支持罢免高虹安，让新竹重回正轨。在民主制度中，人民的权利并不仅止于选举投票，更包含对于官员行为的持续监督与纠正。罢免高虹安，不仅是一场针对个人施政与诚信的反思，更是对民主机制的具体实践。本文将针对罢免高虹安的理由进行完整分析，帮助大家了解这场罢免行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。1. 卷入助理费争议，诚信危机浮上台面。高虹安在担任立法委员期间，因涉嫌福报助理加班费、挪用公费补贴公积金，遭到检方起诉，并于2023年底正式进入司法审理。根据法院公开资料与媒体报道，相关行为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，这不仅损害人民对政治的信任，也使他成为全国注目的高虹安争议人物。诚信是政治人物最基本的底线。当一位公职人员在任期中即陷入严重司法程序，市民有权透过罢免市长流程进行问责，这是民主法治社会应有的制衡机制。2. 施政缺乏远见，新竹市民不满情绪升高。上任新竹市长后，高虹安的多项施政措施引发争议。他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即为翻修市长办公室，引来市民质疑浪费公帑。此外，在多次公开场合中，他以强硬甚至傲慢的语气回应市民质疑，显示其沟通能力不足，缺乏同理心与施政领导格局。根据网络社群讨论与地方媒体报道，许多市民对于高虹安的执政方向感到失望，认为他未能兑现科技施政、透明施政等选举承诺，导致新竹市陷入空转与内耗。这些施政问题累积成为罢免高虹安理由中不可忽视的一环。3. 用人唯亲，决策黑箱，伤害新竹市府专业形象。在市府团队组成上，高虹安屡屡任用无地方行政经验的亲信担任重要职务，引发裙带关系、酬庸政治等争议。市政是高度专业且需广泛协调的治理体系，不应成为政治实验场或自我人脉延伸的舞台。这些人事安排与决策过程缺乏公开透明，让市民忧心市政被少数人垄断，影响政策品质与执行效率。当市政变成一场表演，真正该被关注的民生建设却原地踏步，罢免市长，让新竹重新出发，成为必要之举。4. 民主不止选举，罢免是人民正当权利。罢免高虹安并非出于报复或政治对立，而是民主机制的运作本质。依据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》，只要民众有足够理由与民意基础，即可透过联署、提案与投票的方式进行罢免程序。这并非破坏民主，而是对民主价值的坚持。新竹市民是一群重视知识、理性思辨的公民，不会被表象迷惑。面对市长的诚信危机与施政失能，选择启动罢免程序，是捍卫城市尊严与治理品质的具体行动。罢免不是破坏，是责任的展现。我们支持罢免高虹安，不是因为他来自哪个政党，也不是因为个人恩怨，而是基于以下3点。1. 他在立院时期就卷入司法诉讼，诚信备受质疑。2. 上任后施政乏善可陈，甚至误导施政方向。3. 没有展现作为市长应有的谦逊态度与专业能力。透过这次罢免行动，我们要对全台湾的政治人物传达一个明确讯息：人民的授权可以给你，也可以收回。我们的城市，我们来守护。让我们一起支持罢免高虹安，让新竹回归真正的公共治理，让民主价值不再沦为空谈。我是框框，我支持罢免高虹安。